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我们从技术面和基本面看一下黄金价格在这一天潜在的走势。在过去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波动，黄金价格也一度大幅的回落。目前价格大致是在$3000左右，在反复争夺。这样的走势呢，不仅反映出市场的不确定性了，也揭示出投资者在面对极端情绪的时候避险的一个偏好。从盘面来看，黄金也受到了打压。黄金的打压呢，也并非纯粹由技术面来推动，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则来自了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变化。现在美国这边加征关税呢，就引发了全球的普遍担忧了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是明显的下滑，美股大幅下滑，蒸发了超过10万亿美元。而市场的避险情绪呢，应该是迅速在升温。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也遭受了抛售。那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跟美元指数的波动也有相关，因为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进一步放大金价的一个敏感程度了。一般来说，当美元走弱的时候呢，黄金价格会受到支撑；而美元企稳甚至走强的时候呢，金价在面临一定的压力。所以最近这2天其实是这个情况。而值得更多关注的是呢，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过去1个月在持续增持黄金的储备，其中包括许多亚洲和欧洲的一些经济体。这种大规模的买入行为呢，往往是不会受到这种短期价格的波动的，而更体现出中长期金融安全的战略的考量。所以在全球这个政治经济格局非常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呢，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来作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这样也反映出各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潜在的货币与信用危机的一个深度的担忧了。所以尽管如此，黄金市场呢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波动性，在连续几天上涨之后呢，又看到一个连续几天的下滑，这其实是获利回吐，在高位套现的行为，就导致了价格在短期内回调。而这种回调呢，部分投资者，至少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是作为一个重新进场的好的机会会推动价格继续上涨。短期之内呢，市场因为交易情绪比较偏谨慎，但是从长期的更长周期来看，只要宏观环境中不确定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黄金在中长期上升的趋势呢，依然是具有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的。这个就是基本面的看法。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看一下技术面的走势。从技术图表来看，我们看到黄金从长线的周线图来看，这一波上涨的动能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是之前涨了连续4个星期，那总要回调的嘛。因为任何上升趋势涨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要回调。你看之前涨了2、4、6、8个星期之后，回调1个星期，然后再涨，现在涨了4个星期，再回调了1个星期而已。这个星期还没结束，而且只是刚开始而已。而如果从日线图来看，黄金经历了3天的回调，现在在围绕3000心理关口在进行一个多空的博弈。而3000的话，如果我们做一个黄金分割线，这个位置刚好也是50%的回调的位置，这是任何健康趋势会回调到的一个位置。所以未来这1到2天，价格如果能够持续确定$3000是支持位，形成一个看涨的日线图柱子，黄金我感觉应该会很快从3000继续涨回到3068之前这个高点，甚至去挑战3200都很大概率的事情。因为技术面这里是没有任何趋势的改变，上升趋势依然非常稳健，只要回调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时机。这是一个长线的日线图的看法。你说在日内，就是今天4月8号潜在的一些走势会怎么样呢？那我一般会从1个小时图来分析。日内的交易的话，我一般会分析它的重要的支持位在阻力位在哪里。从1个小时图来看，日内的阻力位是在3040这个位置，3000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下方的支持位呢，就是在2970左右，在这个位置。所以这3条线应该是今天最为重要的3条支持位跟阻力位。
如果从日内来看，现在还是亚洲盘，只要欧洲盘在进入到美国盘之前，这几个小时都能够站稳在3000以上，日内价格应该会很快速上升到3040，作为一个短线的目标利润，有将近40美元的空间，也是非常可取的。相反，如果它日内在欧洲时段重新跌回到3000以下，而且持续测试上方都是阻力上不去，那日内重新跌回到2970的可能性是相对偏大的。有些朋友会说，你两边都说了，到底你看法是怎么样？我自己的看法是稍微看涨的可能性偏大一点点，因为长线、日线、周线都是看涨的。黄金的走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交易黄金，所以大家如果对黄金交易是比较感兴趣，包括黄金权威机构，例如世界黄金协会的一些报告，大家想更了解的更深入一点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出来，你就不会错过了。好，我们下一期再见。